大家好，我是 Kat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2个技巧，提升我们的使用 Cursor 的编程效率。之前呢，我制作了11期关于 Cursor 的使用视频，有 Cursor 的基本使用方式，它的规则设置，然后还有 Cursor 帮我做 React 项目的开发，还有它和 Obsidian 的结合，作为一个协助式辅助。还有 Cursor 帮我们做数据分析自动化，当然 Cursor 的话也帮我做了一些Chrome 的插件，它帮我去制作，我也让 Cursor 帮我优化了字幕，还做了一些 Python 自动化的工作。那我通过我制作的这些视频，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对 Cursor 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喜爱。那对于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一上去就让 Cursor 帮我们去写代码吗？有2个事情可以来帮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一个效率。第一个技巧呢，就是语音工具，选择一个好的语音工具，事半功倍。第二个呢，就是 AI 辅助设计。我们先来讲第一个，之前我讲的视频里面有好多网友问我用的是什么语音，那之前其实我用过2个，一个呢就是讯飞 T8 的键盘，我买的是它之前的普通版，这个不是广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。其实我不仅用过它的语音键盘，然后还用过它好几个的一个语音鼠标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它有一个配套的语音助手的 APP。它的 App 软件呢，对于 Mac 来说，它更新的比较慢。这个是最新一版是7月份的，然后 Windows 的话，它更新快一点，最新一版是9月4号的。我用的这个呢，我最近是把它升级了一下，软件升级了一下，发现它没有之前好用了，可能是出现了一个 bug。这里呢，我按下键盘上的一个语音按钮，然后它就可以为我自动写出对应的文字来了。哎，好像今天这个速度还行。前2天的确是出现了一个 bug， 它是文字是一会儿一会儿的才出现的。你看，我刚刚双击了一下语音键，它现在就是中文转英文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工具还是很神奇，我个人用了比较长时间。第二个我会用到的就是 Mac 自带的听写功能，在设置里面输入听写，然后呢打开这里的听写按钮，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个文字转录了。这里的话也可以有一些其他设置，比如说我这里呢把快捷键设置成了连按2下左边的 Command 键。现在来大家感受一下。最后呢，现在就介绍一个我现在用到的最好的一个语音转录的工具，就是 Flow， 它现在也是免费的。那目前的话，它可能遗憾就是只支持苹果的苹果芯片的电脑。不过呢，官网上说它会去开发更多的一个客户端，无论是 iPhone、Windows 还有安卓。咱们可以来看一下，你看它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比如说你在写一封邮件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它给你排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些演示，就是如果左边呢是展示说手写速度比较慢，右边呢就是你语音对话就会速度比较快。这款软件是有一点小缺点，比如说我们是说的中文，希望它转录后呢是简体中文，但是呢它有时候会转录成繁体的中文。
它有个非常大的亮点呢，就是它的字典功能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里，我把这些我想要让它识别出来的字啊、词啊，就可以放在这里，然后让它去识别。这样的话，准确率就比较高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设置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输出的文字输成这个，但是它有时候还是识别成繁体的。好，这些的话也会做一些设置。这里面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问题，就是当你第一次下载之后呢，你按照上面的操作，它有一个设置引导1、2、3、4，设置到第4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软件默认的快捷键呢就是 FN， 我用的是讯飞 T8 的键盘，我在这个键盘上按下 FN， 它是没有反应的，我就在找在哪里去换一个快捷键呢？我找了大半天都没找到。后来呢，不死心，才突然在 Finish， 就是第4步设置里面旁边有个 Finish， 才找到说有一行小字说你可以切换成别的一个快捷键。现在呢，我就把这个快捷键设为 Control， 我只要说话想要让它转文字的时候，我就连着按 Control。等我想要说完了，我就把 Control 按键给松开，这样的话效率就是非常高。我现在呢就是连续按着 Control 按键，我非常喜欢 Flow 这个软件，我正在用它来转述我说的话语，我认为它的正确率和反应率效率非常高，我给它打100分。回到开头，我要讲的第2个技巧呢，就是 AI 辅助设计。那大家都知道 OpenAI 发布了它最新的 O1 的模型。这里呢，我就是先让 O1 模型来帮我生成创意，再用生成的提示词呢放在 Winning Chat 里面去创建前端的一个设计。最后呢，获得一个网页设计原型，再把这个原型呢放在 Cursor 里面去帮我去做一个落地。咱们来看一下，这里呢我用的是 O1 Preview 的模型。我首先跟他说我要做一个有趣的网页应用，还没想好怎么主题，请帮我想几个。我要用到注册啊、登录啊、Supabase 啊，还要正式上线，还要能做 SEO 的。然后它就有9秒的一个反应，它这里的话，这里是它的一个思考的总结，而不是它思考的总的一个过程。他说要打造一个创意想法，然后他就想了一些主题。我觉得他有一些想法还是不错的。我又跟他说，我正在做一个频道，我要再讲一些 AI 使用方面的内容。我想做 AI 相关的网页，让他帮我去做一个想法设计。他这里呢又做了一些思考，然后呢给了我一些总共10个方面的一个建议。我看了一下，感觉有几个不错，我就想让他把这个3个想法结合起来，帮我做一个网页设计。我还跟他说，我说你先不要设计，对吧？你先说出你的想法，我会让设计部同事先帮我画一个页面的草图。那我这里的设计部同事呢，其实就是 Winning Chat。然后呢，他又开始思考啦，他有3个思考总结，然后呢就做一个主页设计呀，主页内容还是挺丰富的。接着就是子页面设计啊，第3方面呢就是用户个人中心，包括它的整体风格交互，还有附加功能，它都给我列出来了。我个人觉得就是真的很棒。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有讲了 O1 模型的提示词技巧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像以前我们让它做思维链的思考一样。因为他自己已经内置了一个强化学习的思维链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我们只要给他一些简单的我们的想法，
然后呢，让他去做一个创意的实现，让他去做头脑风暴，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。现在呢，就来到了 Winning Chat 的一个平台那我是怎么让他去做设计的呢？我把刚刚GPT 给我的回复都放在里面。我说而且我都没有去做其他的编辑。其实呢，这里的话稍微调整一下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提供的详细布局思路，他要感谢我。”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帮我设计。设计了之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版本，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React 的应用。那我接着呢，后来我点进具体的内容之后呢，我是发现没有链接的，链接不到更多页面的。那我想他肯定是没有写完，所以呢，后续我就让他完善各个子页面。他又给了我，比如说创建工具是什么页面呢？详情页是什么呀？点进去的详情页，就包括后续的子页面，也都让它创建出来。包括它的社区的页面，因为它有输出限制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就得让它一步步的去完善一下。但我发现这里也有个问题，就是假设我说我让它把生成的子页面和主页面都链接到一起的话，它可能就是生成一个不那么好看的页面。就比如说这里它可能和它一开始它给我的主页，然后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，然后最下面的话这块又不是很好看，然后点进去的话又不是到最对应的一个对应的内容，所以的话这边还是有点问题的。那为您已经创建好了页面，如何把它转移到Cursor 里面呢？这里呢，推荐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视频，就是用 Cursor、威宁还有 Gluck 打造的一个 AI 图像分析工具。这个视频呢是内容是比较详实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呢我就不再重复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个我把那 Winning Chat 你做好的页面。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让 Cursor 将这些页面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原型。这下面的导航都是可以点击的，这下面轮播页这些工具查看更多也是可以点击的，还有这些。咱们点击一下工具评测，就会到这个工具的 list 里面。再点击一下具体某个工具，它就会到它的一个详情页里面。咱们点击一下这个新闻资讯，也会到对应的新闻的一个信息里。问题问答社区，这里也是可以进入到页面的一个详情，就是可以看出威宁其实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工作，它已经设计了很多一个页面细节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款工具的。总结一下，今天主要介绍了提升 Cursor 编程效率的2个工具。第一个呢是语音工具，这里呢非常推荐 Flow 语音转文字软件。如果你是 Mac 芯片的电脑的话，强力推荐这一款。如果你是Windows 的话，还是非常推荐讯飞相关的一个工具。第二个技巧呢就是 AI 辅助设计。无论我们是用 Cloud 3.5 Sonnet 还是 OpenAI 的 OE 模型，都可以让它帮我们生成更好的创意，然后结合它生成的创意，然后让它生成的提示词呢，在 Winning Chat 里面创建一个精彩的前端原型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。咱们下次再见。